Hello， 大家好，欢迎收看最新一期节目，我是小渊。我们经常听到这样一句话：适度健身吸引异性，过度健身吸引同性。今天我们这起案件的主人公就因为健身过度，点燃了丈夫的罪恶之火。故事还得从美国德克萨斯州的韦瑟福德市说起。在当地一个小镇上，住着幸福的一家人，丈夫名字叫做詹姆斯·克雷格·凯拉，出生于1963年。他有一个名为凯伦的妻子，两人一直是朋友圈里的模范情侣和恩爱夫妻。根据资料，詹姆斯是在就读大四时遇到了凯伦，当时凯伦还是刚到大学报到不久的新生。詹姆斯表示，那天下午自己刚好在学校里闲逛，逛着逛着就被一个女孩吸引了，而这个女孩就是他未来的妻子凯伦。在荷尔蒙的怂恿下，詹姆斯以热心学长的借口给这位大一学妹当了一次免费导游，几公里的路程友好，只需要一杯星巴克咖啡。慢慢的，两个人的关系越来越亲密。从校门口作为起点，他们走进了婚姻的殿堂。婚后不久，两人生下了第一个女儿艾米丽。到了1999年，丈夫詹姆斯拿到了当地水利部门的 offer， 成为了政府管理人员，朝九晚五，薪水丰厚。这种羡煞旁人的公务员工作，丈母娘看了都得在别人面前夸下自家女婿。工作稳定后，詹姆斯在当地购买了一套房子，并先后生下了小女儿劳伦，还有儿子肖恩，家里也变成了热闹的5口之家。不但父母很出色，詹姆斯家里的3个孩子也非常优秀，不但继承了父亲在理科上的聪慧，又延续了母亲音乐艺术的细胞，非常喜欢音乐，每次和邻居聚餐时总是喜欢唱几首，后来还和音乐爱好者组建了一支小乐队。除了事业上的成功，詹姆斯夫妇与周围邻居也相处得非常融洽。妻子凯伦经常邀请邻居到自家院子里聚餐，还经常帮助有困难的邻居。家庭、事业、财富，没有一个邻居不羡慕詹姆斯夫妇的成功。可就是这样和谐美满的表象背后，却存在不为人知的隐情。在后来的某一天，凯伦致电自己姐姐，在电话中，她倾诉了自己真实的婚姻状况。凯伦告诉姐姐，自己和丈夫刚结婚时一切都很正常，可后来随着孩子的慢慢长大，丈夫詹姆斯就完全变了个人。例如，他规定我必须在几点之前回到家中，还要求我定时报告我和周围人的交往，尤其是与身边男性的来往。在生活开销上亦是如此，每次我到外面买了东西，他都要看小票，即使家里的收入非常的宽裕。而听到妹妹这些话，凯伦的姐姐是一脸震惊。当初那个无比痴情的妹夫，现在怎么变成这副模样？不但如此，凯伦还表示，丈夫现在有个非常另类的生活习惯，要求自己每天晚上8点必须准时和他在床上过性生活，甚至有时候还不惜闯红灯。总之，丈夫詹姆斯在家里做的每一件事似乎都带有定时器。凯伦说自己为了维持家庭的和谐，被迫答应了丈夫的一切要求，但随着自己的让步，事情变得越来越糟。以前感觉最多的也只是被束缚，可现在却有一种可怕的窒息感。凯伦的姐姐表示，这年头，女人千万不能过度依赖或者顺从男人，有时候你越是让步，这些男人就越不给你好脸色。在姐姐的建议下，凯伦开始寻找解决问题的办法。由于在白天时3个孩子都在学校学习，所以凯伦并不是很忙。在一次偶然机会中，她决定利用白天的空闲时间去住所附近的健身房锻炼。虽然健身房的会员费对丈夫的年薪来说就是9牛1毛，可是在她极强的控制欲面前，这笔费用简直是重于泰山。凯伦本以为丈夫会反对自己去健身房锻炼，不过让她惊讶的是，丈夫竟然同意了。只要她按时回家照顾孩子，那都不是问题。当然，会员费得由凯伦自己搞定。由于结婚之后就变成了全职家庭主妇，所以凯伦并没有工作收入，加上平时的生活账单都是丈夫支付的，
所以凯伦惊讶地发现自己一时之间居然连比健身房的会员费都凑不齐。为此他只能利用自己的厨艺向社区邻居出售自己烘焙的面包等食物。很快他就解决了会员费的问题。也许凯伦是把从丈夫那里受到的气全部撒在了健身房里，所以很快她的身体素质便提了上来，肚子上的赘肉也是越来越少，身体的曲线呢也是越发明显。一段时间后，凯伦甚至还被聘请为健身教练，开启了自己的私教生涯。然而正如小圆在开头中所说到的，健身过度往往会吸引同性，而凯伦就是如此。有一天在健身房里，凯伦遇到了桑尼里斯，健身房里另外一位私人女教练。从那以后，他们经常一起锻炼，交流彼此的健身心得，后来甚至还发展成同性恋情。凯伦的姐姐告诉记者，她认为妹妹和桑尼的关系并不是同性恋，妹妹凯伦只是刚好遇到了一个关心她而且不想控制她的外人，妹妹只是在情感上对桑尼产生了依赖。但俗话说得好，纸是包不住火的。凯伦知道她必须向丈夫坦白一切，而在正式开口之前，她已经接受了最坏的打算。如果丈夫实在无法接受，那就只能分居或者离婚。不过令她震惊的是，丈夫似乎一点都不介意，他甚至还鼓励妻子继续保持和同性伴侣桑尼的关系，这让凯伦觉得非常的震惊。要知道，对于有变态控制欲的丈夫，在这么大的事情面前，丈夫居然表现得如此随意。而另外一边，获悉女友丈夫的态度后，桑尼也是非常的开心。白天时，两人在健身房里一起挥汗如雨，晚上回家后则继续纠缠不已。就这样，两人过了一段无羞无臊的生活。可没过多久之后，让凯伦担心的事情还是发生了。那天，凯伦从健身房回到家后，她看到丈夫一脸严肃地坐在客厅里。当着妻子的面，丈夫詹姆斯说道：“你欠我一个人情，你必须为我做点什么。”一时没反应过来的凯伦觉得很奇怪，什么鬼？我欠你什么人情？那你每天给我那么点积碎的钱，根本就不够支撑家里的日常开销。为此我还得拼命向邻居销售蛋糕赚点钱，包括健身房的会员费全都是我自己解决的，说我欠你人情，我看你是喝多了吧。面对故作神秘的丈夫，1万只草泥马在凯伦心里奔腾而过。看到妻子的反应后，詹姆斯就用带有威胁的语气说道：“首先，我花钱买了这座房子，给了你一个安居的地方。再者，作为一个丈夫，我甚至还允许你出轨。你说你是不是欠我点什么？”接着，丈夫用带有安抚的语气说道：“其实我的要求呢很简单，就是把你那位同性伴侣带到家里，然后我们一起玩3人行游戏。”丈夫的话音刚落，妻子凯伦就直接拒绝了这个要求。她表示自己只想和桑尼独处，至于你所说的3人运动，你想都不要想。妻子的决绝让詹姆斯感觉到非常的生气还有尴尬，他对妻子大声怒吼：“你要是不答应，那以后你们2个人就别想再见面了。”而不同以往的是，这一次妻子凯伦丝毫不把丈夫的威胁放在心上，只要一有空，她就会和桑尼待在一起。一段时间后，詹姆斯就认为停止这一切的最好办法就是搬离这个小镇。他知道妻子非常爱自己的孩子，只要用孩子作为筹码，自己就能困住妻子，隔断他和情人的来往。后来詹姆斯就开始寻找其他地方的工作机会。一段时间后，密苏里州的哥伦比亚的一个公共管理部门就接受了他的简历还有求职。虽然新岗位的待遇比不上原来的岗位，但是只要能够达到自己的目的，詹姆斯是完全不介意。2008年6月时，詹姆斯就带着全家人搬到了新住所，他希望一切都能够恢复正常。此时妻子凯伦和他情人桑尼相距有700多英里，他认为妻子很快就会和桑尼一刀两断，因为不是谁都能够忍受得了异地恋。但是事实远非如此，凯伦和桑尼还继续保持着联系，短信、电话、邮件，2个人还经常偷偷见面一起玩耍。因为这件事情，詹姆斯和妻子凯伦陷入了长时间的冷战。有时候就算他成功把妻子推倒在床，
可妻子从头到尾都是一声不吭，一动不动。2008年12月31号，为了庆祝跨年夜，詹姆斯带着家人回到了韦瑟福德市参加派对。他以前的许多邻居也参加了派对，包括妻子的同性情人桑尼。而在派对期间，有些客人看到桑尼和凯伦两人的行为明显已经超出了普通的朋友关系。一传十，十传百，很快凯伦和桑尼之间的关系就变成了公开的秘密。此时的詹姆斯还以为周围人都不知道，直到有人委婉地提醒他后，他才感到无比的羞愧。派对之上，詹姆斯直接和妻子大吵起来，一直持续到他们离开。凯伦被丈夫用力推了一下，导致她的头直接撞到了墙上。原本是喜庆的跨年夜，却临时插播了詹姆斯夫妇的闹剧，每个人都在议论着他们三个人之间的关系。新的一年还没有到来，已经无比风光的詹姆斯夫妇就亲自给邻居送上了一个年度大瓜。几天后，再也无法忍受丈夫行为的凯伦就正式提出了离婚诉讼。看到妻子铁了心，詹姆斯有点后悔和害怕，因为以前妻子对自己都是百依百顺，可现在妻子的行为却完全逃脱了自己的掌控。詹姆斯打电话给妻子家人和朋友，让他们劝妻子不要和自己离婚。而在得知詹姆斯不肯在离婚协议书上签名后，凯伦的情人桑尼实在看不下去了。2009年1月26号这天，他就给詹姆斯发了一封邮件。在信件中，他这样写道：詹姆斯，你不能强迫、恐吓还有羞辱你妻子，尤其是像昨天你做的事情，你已经深深伤害了她，她已经没有办法像以前那样爱你了。凯伦现在之所以还会同意和你住在一起，是因为她不想伤害孩子，她知道一个完整家庭对孩子成长的重要性。你和凯伦婚姻的最大问题就在于你这位曾经深爱你的妻子现在已经不爱你了。而桑尼之所以会写这封邮件，主要目的是想劝詹姆斯放手，把一个没有感情的人困在你手中的牢笼里，你是永远得不到快乐的。而面对桑尼有点咄咄逼人的口气，詹姆斯可以说是一肚子火。2个月后，情况进一步恶化，詹姆斯和妻子的争吵直接就变成了肢体上的冲突。期间，詹姆斯还被警方逮捕。他还告诉警方，自己呢其实是想给妻子一个幸福的拥抱，但是凯伦直接就反驳说：来，看看我身上的淤青，你那叫幸福的拥抱吗？你这种人配有幸福吗？看到丈夫一直不肯认错，凯伦直接带着孩子从家里搬到了外面。几乎是一夜之间，詹姆斯就变成了孤家寡人，他变得越发的暴躁还有反常。2个女儿告诉他，他们已经接受了母亲的同性情人桑尼，并且为母亲的决绝感到高兴。听到这话，詹姆斯觉得自己被2个女儿彻底背叛，他不想再与2个女儿有任何关系，只想见到儿子。和妻子分居后，詹姆斯开始跟踪还有监视妻子，甚至趁着妻子不在家时，偷偷进入她的住所安装针孔摄像头，并且偷偷查看妻子和别人的邮件往来。除了这些事情，暴躁的詹姆斯还经常割破妻子轿车的轮胎，扯断妻子住所外面的电话线。因为这些事情，詹姆斯是越来越没心思工作，一次又一次在上班期间擅离职守，最后直接被上司炒了鱿鱼。而在与妻子分居期间，詹姆斯每个月都得支付$3000的抚养费，这对失去工作的他来说确实是笔不小的支出。而为了省钱，他直接搬到自己父母住所和他们住在一起。2009年感恩节时，凯伦带着同性情人桑尼以及2个女儿在姐姐家里一起度过了假期，而10岁的儿子肖恩则与他父亲詹姆斯待在一起。由于3个孩子刚好同时放假，所以凯伦就打算带他们去探望多罗西，他们89岁的外祖母。11月29号星期六这天，当地警长办公室突然接到报警，有个民众说看到有个男司机严重超速行驶，而且离开前一直偷偷摸摸，看起来很像是小偷。而在接到这个电话的几分钟之后，警长又接到了一个电话。不过这一次他听到的事情严重程度远远超过了他的预料。一个10几岁的男孩报警求助，说自己祖母家里发生了枪击。电话中男孩的语气非常惊慌。来到现场后，探员走进了房屋，他们第一个看到的人就是89岁的多罗西。
当时他躺在厨房地板上，身旁还有大片血迹，不难看出他遭遇了多次枪击。虽然他还活着，但与死神的距离只剩下一口气。他告诉探员，这一切都是女婿詹姆斯干的。而接着在餐厅里，探员发现了凯伦，他同样遭遇到了枪击，而在探员赶到时已经没有了生命体征。18岁的女儿艾米丽则被发现躺在客厅的沙发后面，她也被枪杀身亡。随后探员听到楼上传来了微弱的求救声，是凯伦另外一个女儿劳伦。劳伦挣扎着说道，开枪的人是我的父亲詹姆斯。这医护人员第一时间把劳伦送到了医院，可最终还是抢救无效。一屋四命，89岁的丈母娘，44岁的妻子，2个18岁和16岁的女儿，全都惨遭詹姆斯的射杀，而唯一活下来的只有他10岁的儿子，因为儿子没有离开他和妻子住在一起。随后，小镇警方马上发布了对詹姆斯的通缉令。很快，一位市民就注意到，有人在郊外突然抛弃了自己的车辆，然后沿着空无一人的道路上拼命逃跑。靠着这位市民提供的线索，警方就很快找到了涉事车辆，就是邻居们之前看到的那辆超速行驶的车，而司机正好是詹姆斯。在车辆里面，警方发现了弹药，还有一个背包，背包里面装有肥皂、毛巾、纸巾、棉球，还有一些罐装食品。事情传开后，大家怎么也不敢相信，詹姆斯居然会对自己家人下如此毒手。8个小时后，他被警方成功逮捕。当时是早上7点左右，詹姆斯在路边徘徊，整个人无比困惑和失落。他知道，纵使天大地大，可自己也是绝对逃不掉的，所以一看到警员时，他就举起双手投降说，我就是你们要找的那个人。随后他被警方以蓄意谋杀罪还有盗窃罪等罪名被控告，保释金呢被设定为1000万美元。在2010年12月，针对此案，当地法院就召开了第一次庭审。詹姆斯以精神失常为由作为辩护，因为这是唯一可以对抗死刑的辩护策略。按照美国的法律，只要证明我有精神病，那我就可以减罪。詹姆斯的辩护律师称，妻子的出轨、工作的失败，直接导致了詹姆斯精神崩溃，最后形成精神病。而检方则认为，虽然詹姆斯的确患有抑郁症，但这绝不代表他可以杀人，更不代表他可以因此脱罪。纵观整个作案过程，詹姆斯的神志都非常的清晰，他甚至还提前准备了藏匿以后的生活物品，他明显就是提前计划好了这一切。检方表示，詹姆斯没有杀儿子肖恩，就表明他在案发现场的所有行为都是有清晰意识的决定，根本就不是精神病发作。法庭之上，他的儿子肖恩也作证说，我爸爸一走进门就开枪射杀了我妈妈，他那双无情的眼神，我至今都无法忘记。2011年8月25号，陪审团就达成一致裁决，不采纳詹姆斯的精神失常辩护，判处他蓄意谋杀罪成立，这意味着他将面临死刑或者无期徒刑。詹姆斯的小儿子肖恩表示，我不希望我爸爸会被判死刑，因为这对我祖父祖母来说会很难过。我不想在这之后彻底失去全部的家人。那面对一个冷血无情的父亲，与其说肖恩这番话是在为父亲求情，不如说这是肖恩对完整家庭的渴望。只可惜他这个再平常不过的愿望，却被他父亲那双沾满鲜血的手直接毁掉。由于罪行非常恶劣，所以法院最终还是判处了詹姆斯死刑。就整件事情来说，妻子凯伦也确实存在过错，她确实在婚姻期间和别人保持不正当关系，但是造成她出轨的原因有很大一部分来源于她的丈夫，一个有着极强控制欲还有占有欲的男人。其实婚姻永远不是一个人的事情，它需要夫妻2人共同经营。有时候牵手是一种幸福，而放手也是一种幸福。我是小渊，我们下期再见。Hello， 大家好，欢迎收看最新一期节目，我是小渊。今天我们讲一起美军亚裔士兵的案件，制作不易，希望大家看完后长按点赞键支持一下。
2011年10月3日的早上，在阿富汗坎大哈的一处美军营地里，一个华裔士兵正全副武装爬行在遍布碎石的地面上，旁边的队友一边用碎石扔他，一边起哄。你看丹尼那一扭一扭的屁股，就好像女人走路的样子。在完成爬行后，丹尼没有做出任何回击，而是独自回到了警戒塔上站岗。中午11点13分，警戒塔上响起了一声枪响，一名士兵应声倒下。虽然枪声很响亮，但直到背影倒下许久后，他才被人听到。几个小时后，在距离阿富汗1万多公里外的美国纽约，一辆军车缓缓停下，从车上下来的几个士兵直接朝一栋房屋走去。听到敲门声后，陈宇辉的母亲陈素贞解下围身裙来到门前，看着眼前3个身穿军装的男子，陈素贞立马一脸疑惑。即使对方拿着自己儿子的照片边解释边比划，可由于言语不通，陈素贞听了半天还是一脸疑惑。无奈的陈素贞只好致电哥哥，让能说流利英语的嫂子帮忙翻译。确认身份后，士兵直截了当地说道：“你能告诉陈宇辉的母亲，他们的儿子丹尼已经死了吗？”听到这话，嫂子有点不知所措，她错愕了好几秒，然后重新向电话里的士兵确认。面对突如其来的噩耗，嫂子梅丽莎转头询问丈夫：“我该说什么？”丈夫表示：“你听到什么就说什么。”于是梅丽莎重新举起话筒，对丈夫的妹妹说道：“他们说宇辉死了，他的头上挨了一枪。”“什么？宇辉头部中枪？那他没事吧？”“不，他死了。”梅丽莎马上答道。不出意外，说完这句话后的梅丽莎立即听到了一声痛苦的尖叫。看到陈素贞瘫倒在地，几名士兵把她扶到了沙发上，然后把几份文件交到她手中，稍作安慰后便驱车离开了住所。很快，哥哥和嫂子立马来到了陈素贞住所。面对报告上写的自杀，陈宇辉的父母怎么也无法相信，因为前几个月他们还收到了儿子分享军营生活的信件，在信件中，儿子没有表现出任何自杀意图。通过一系列的走访和询问，陈父和陈母终于获悉了儿子死亡的真相。儿子虽然的确是自杀，可自杀的原因是不愿忍受上司和周围队友的虐待。与儿子隶属同一个军营的非裔士兵告诉他们，丹尼陈宇辉英文名是他们队里唯一的亚裔，经常遭到队友的刁难。在服役期间，丹尼被一些喜欢惹事的队友起了很多外号，其中不乏充满种族歧视的中国龙女、中国佬等等。他的队长霍尔库姆还经常对他给予特殊照顾，要求丹尼完成各种额外的体能训练，例如仰卧起坐、武装越野和嘴巴含着水做俯卧撑等等。丹尼自杀当天，由于在执勤时忘记佩戴头盔，他被要求全副武装在碎石路上进行匍匐前进训练。更可恶的是，期间队友还不断朝他扔碎石，嘲笑他的屁股像夜店里的女人一扭一扭。搜集了被歧视和被虐待的证据后，针对1名军官和7个士兵，陈宇辉的律师就正式向军事法庭提起了控诉。案发1年后的2012年7月，来自美国华人社团等组织的各界人士多次上街游行，他们高举着为陈宇辉伸张正义的告示牌，希望以此获得更多人的关注，督促法院做出公平正义的审判。按照他们的预期，如果一切顺利，那这8名涉事军官和士兵根据对应的罪行，他们最高将会被判处18年不等的监禁徒刑。到了7月25号，美国布拉格堡军事法庭正式召开了庭审。法庭之上，围绕着陈宇辉的自杀，控辩双方展开了激烈的辩论。控方律师认为，作为一个效力于我们国家的士兵，在遍布恐怖分子的阿富汗中服役，已经实属不易。可就是在这样充满危险的前线环境中，陈宇辉居然还要遭受来自队友的嘲笑和虐待。这些原本该照顾自己队友的人，却把子弹射向了自己的队友。尤其是首要嫌疑人霍尔库姆，作为陈宇辉的上级，他不但没有制止其他人歧视和虐待自己队友，反而以身作则，带头虐待。算上过失杀人罪、鲁莽危害行为、恐吓、攻击、失职、违反4项正常法律程序这6项罪名，霍尔库姆这个人就应该在监狱里待上10几年。
当控方律师一次性说出这些罪行后，霍尔库姆的辩护律师立马提出反对。他表示，这事情根本没有那么严重，不是我当事人太过嘴贱，也不是太过手贱，只能说是死者太过脆弱。死者出生在美国，而父母却是从中国来的第一代移民，双方存在严重的文化观念隔阂。例如，死者之所以要瞒着父母参军，就是不想因此和父母脱离关系。到达阿富汗后，陌生的环境、睡眠周期的改变、高强度的训练，这些东西才是造成陈宇辉自杀的原因。同时，辩护律师还表示，亚裔在美军的自杀率占 13%， 首要因素就是压力过大。而作为队里的唯一一名华裔，死者自杀的根本原因在于压力过大和缺乏归属感，不能说是因为我当事人的严格训练导致了他的自杀。听到辩方律师这个说法，控方律师马上坐不住了，他立即站起来反问对方，既然士兵已经有这么大的压力，那作为上级和队友更应该要提供关怀和爱护。可这8人并没有，相反还从言语和身体上歧视和虐待死者，这不是把他往火坑里推吗？在训练期间，和死者结为好友的证人布莱恩透露，作为丹尼的队长，霍尔库姆经常给死者起各种具有侮辱性的花名，例如蛋卷和支那人等等。有一次自己发现丹尼睡在营房外面，上前一问才知道是霍尔库姆说他不配睡在里面。这位证人表示，虽然下级士兵被罚是很正常的事情，但丹尼好像经常因为一些小事被罚。此外，按照规定，执勤时一般都会要求2、3人一起站岗，可丹尼几乎每次都是自己一个人。作为死者的好朋友，布莱恩表示自己很想帮助好友，但他到军营后学到的第一句话就是不要问为什么，否则你只会有更多为什么想问。他说直到今天，自己还记得与丹尼相见的最后一面，那时丹尼已经心如死灰，对一切都已经不在乎。临别之前，丹尼说道，自己已经找到了如何摆脱歧视和虐待的办法。他本以为丹尼是想越级投诉，不料是自杀。就这样，控辩双方展开了激烈的辩论，其中辩方请了31位证人，控方则召集了42位。在召开了10几次庭审后，法庭宣布了最终判决，否决了首要嫌犯霍尔库姆的过失杀人罪，6项罪名中只有攻击罪和虐待下属罪成立，判处1个月的监禁，扣除1000美元的工资，并降低1级职位。面对这个判决，陈宇辉的家人怎么也无法接受，30天的监禁和他们预期的10几年监禁相差甚远。华人协会的会长更是愤怒地表示，30天的刑期要如何面对一条在19岁就戛然而止的生命呢？作为首当其冲的霍尔库姆，法庭也只是以这样的判决处理。对于剩下的另外7人，对他们的判决可想而知，不会更重，只会更轻。按理说，陈宇辉的死可以说是赤裸裸的种族歧视，这种事情应该是媒体最喜欢的新闻。可小渊我搜了一圈，并没有找到对于该案的媒体评论，包括《纽约时报》等主流媒体都只是着重引用法庭上控辩双方的言论。说完法庭的审判，小渊再来说下陈宇辉的家庭背景。如果以上的内容是让你气得咬牙切齿，那下面这部分内容则会让你仰天长叹。陈宇辉的父亲陈延桃来自于中国广东台山，和大多数人一样，还没读上几年学，他就辍学外出打工，从夏天热得要你命的厨房干起。陈延桃花了好几年，才从一个洗碗工变成掌勺的厨师。1988年，陈延桃遇到爱人陈素贞，并随妻子一起来到美国，而到达美国的第一站就是唐人街。由于没有像样的学历和殷实的家境，夫妇俩只能从社会最底层做起。丈夫在中餐馆厨房炒菜，妻子在制衣厂缝纫。由于不会说英语，下班后2人也没什么交集，经常挤在一个狭小的公寓里。虽然在美国的生活很苦，但每次回到大陆，夫妇俩都会受到乡里亲朋好友的款待。他们也明白农村的人情世故，纵使无法衣锦还乡，那也得表现出事业有为，毕竟是赚美金的人。相遇4年后的1992年，陈宇辉来到了人间，但伴随这份喜悦的就只剩下沉重的经济负担。为了过上美好的生活，夫妇俩经常同时干几份工作。
他们知道，要想真正融入美国，那最少需要2代人的努力。接下来，只要好好培养宇辉这个独生子，那他们就能真正的与纽约的繁华相拥。在儿子3岁时，父亲便每天抽空教他数学和中文，母亲则专门请了一位老师教英文。所以在学校读书时，儿子经常被老师称为天才少年，即使在数学课上睡觉，也照样能答出黑板上的问题。2010年18岁的陈宇辉高中毕业，被当地的纽约巴鲁克学院录取。按照父母的期待，他们希望儿子入读大学，然后找个体面的工作，再找到人生的另一半，给他们生几个可爱的孙子孙女，那这辈子的美国梦也算是完成了。可2011年，儿子突然告诉他们自己已经报名参军了。看到儿子先斩后奏的冲动，陈父陈母起初十分生气，我们就你这么一个儿子，我们不是怕你吃不了苦，而是怕我们将来要以泪洗面。在一番劝说下，父母逐渐接受了儿子参军的事实，并要求儿子只要一有空就得写信给他们。经过1年的训练后，陈宇辉被正式调到美国陆军步兵师中。案发前1年，他还利用假期抽空回家看望了父母。谁曾想到，这竟然是他们相见的最后一面。2011年8月，陈宇辉随军出征，被派往阿富汗驻扎，这让父母顿时紧张了起来。要知道，此前阿富汗一直硝烟不断。对于陈父陈母来说，与儿子分别后最快乐的时间就是收到儿子的信件，然后让亲戚帮忙翻译成中文。在翻译过程中，为了不让陈父陈母担心，亲戚总会把陈宇辉申诉痛苦的脏话给过滤掉，也就是报喜不报忧。每次看到电视里的星条旗，父母总会快速切过，直到那天儿子终于回来了，只可惜还同时带回了星条旗。作为一个种族大熔炉，美国凭借绝对的综合实力吸引了来自世界各地的移民，也因为如此，美国经常强调人权的重要性。可一桩又一桩的种族歧视表明，美国人权中的人根本不适合普罗大众，它只适合美国优越阶层的白人，以及很小一部分处于上流阶层的移民。像陈宇辉这种普普通通的亚裔，恐怕永远都无法真正融入美国。我是小渊，我们下期再见。Hello， 大家好，欢迎收看最新一期节目，我是小渊。今天我们讲个成人电影男演员的案件。案发之后，警方几度重启调查，但依旧一无所获。直到2位作家在主持电台节目中聊到了这个案件，谁也想不到，在案发33年之后，他们会以这样的方式找到凶手。故事发生在美国的洛杉矶。作为南加州的繁华大都市，洛杉矶有着迷人的海滩，远近闻名的好莱坞地标。在这里，既是富人的天堂，也是穷人的冒险岛。洛杉矶还是美国知名的艺术娱乐中心，拥有世界知名的博物馆、剧院还有音乐场所。在这个一切皆有可能的城市里，每个人都在拼命寻找自己想要的东西。故事的男主人公威廉·牛顿就是勇闯洛杉矶的其中一员。1965年7月26号，他出生在威斯康星州的欧克莱尔市。威廉被生下时，他的父母没有正式结婚。威廉出生的6个月后，他同父异母的妹妹也出生了。兄妹2个人从小到大都形影不离，而在童年时，威廉就发现他自己对艺术情有独钟，他的想象力非常的丰富，甚至是狂野。只要一有空，他就会跑到外面画画或者是写作。用威廉的话来说，就是我觉得文学和绘画可以让我的灵魂得到倾诉。威廉渴望有一天可以与世界分享自己的故事和作品，可后来发生的事情证明他的确做到了，只不过他分享给世人的故事似乎并不是他想要的那个版本。中学毕业后，威廉就随母亲搬到了威州的莱迪史密斯市。环境的变化对威廉来说太突然了，但随着时间的推移，他还是最终适应了下来。然而威廉在新城市里刚读完高中1年后，他的母亲又想搬到其他地方生活。1980年时，他们搬到了俄克拉荷马市。也许搬家真的是很麻烦，又也许新朋友真的是很难认识。威廉很快就厌倦了这种搬家的事情，他想要更稳定的生活，所以在后来的某一天，16岁的威廉就收拾了自己的行李，他决定和父亲理查德在一起生活。他确信自己的父亲会接纳自己，然而事实并非如此。
到了父亲住所门口后，父亲直接拒绝了他，还直接在他面前无情地关上了门。作为最亲的人，却亲自把闭门羹送到了你的眼前。父亲的无情与威廉的期望形成了落差。同样是孩子的父亲，为什么自己这位父亲就这么绝情呢？吃了父亲的闭门羹之后，威廉就花了3年的时间周游了美国。在俄克拉荷马州里，他遇到了一个名为特里埃利奥特的人，并与他发生了不可描述的同性关系。与此同时，威廉发现自己对美妆特别感兴趣，因此他决定把它变成自己吃饭的家伙。也许威廉真的是很适合搞这一行，他在学习美妆时，学习速度可以说是出奇的快，短短几个月之后，他就获得了美容师的执照。到了1984年，威廉就搬到了南加州的洛杉矶，开始了他的新生活。尽管在新城市开始新生活充满挑战，但是凭借丰富的专业知识还有经验，威廉很轻松就找到了自己喜欢的工作，并且引起了一家 MV 拍摄公司的注意。他们聘请威廉担任美容师，而与此同时，威廉还在一家好莱坞水疗中心里找到了一份兼职。工作任务呢，就是为一群男人服务，而这群男人呢，他们对男人有着特殊的爱好。在那里，威廉就遇到了一个名为大卫雷的男人。浓浓的威士忌直接摧坏了2个人的暧昧，你看看我，我看看你，你摸摸我，我摸摸你，然后就发生了不可描述的事情。威廉和大卫的相遇，直接打开了威廉人生中的新篇章。大卫这个人呢，他是一位成人电影制片人，专门制作同性恋成人视频。而他也是看到了威廉的潜力，所以就决定将他招至自己的麾下，还向他介绍了这个行业的发展概况，并且让他直接出演自己的电影。威廉和大卫的关系在后来就不仅仅是生意上的伙伴，而且还发展成为身体上的同性恋人。到了1987年，大卫和威廉2个人就决定创建自己的电影公司，主打的就是同性口味的电影。威廉负责的工作就包括电影制片、演员化妆，还有布景设计等等。那期间呢，他还会亲自带枪上阵参演。随着滚滚而来的电影收入，威廉和大卫2个人的事业呢，也走上了快车道。他们没有拍摄任务时，都会去外面玩，而且会经常参加一些俱乐部的同性派对，或者是说吸食一些违禁物等等。总之，哪一样刺激就干哪一样。直到3年后的1990年，他们2个人的关系开始受到了考验，他们开始吵架，开始分居。就是在这个时候，威廉觉得也许自己需要换个环境了。在一切都准备就绪之后，威廉就准备动身前往拉斯维加斯。然而命运却对他另有安排。不幸的事情发生在10月28号，那天晚上，威廉去了一家同性俱乐部喝酒。几杯浓浓的威士忌下肚之后，他就变得有点不省人事，一直沉浸在自己的世界里。而在俱乐部里面待了几个小时之后，他意识到自己该回家了，所以带着强烈的醉意，他就吃力地来到了俱乐部的门口，而这也是监控中威廉最后活着的状态。第二天的星期一早上，一个乞丐走到了当地街道的一条小巷子里，他准备翻一下垃圾桶，看看有什么宝贝。起初一切都很正常，但是当这个乞丐打开其中一个垃圾桶时，他却看到了惊悚的一幕，因为在里面居然有一个人头，而在人头旁边还有一双人腿。几分钟之后，警方就来到了现场。垃圾箱里那个被肢解的人不是别人，正是我们前文中所说的威廉·牛顿。法医对威廉的头颅进行尸检后，就发现早在威廉被肢解之前，他就已经被人勒死了。在接下来的几个月里，警方收到了一些线索，但是对破案都没有多大作用。仅凭借这些线索，他们是没有办法确定是谁杀死了威廉，也没有办法找到威廉其他的残肢。后来因为案件调查迟迟没有明显进展，所以被分配在这起案件的警力资源可以说也是越来越少。案发15年后的2005年，洛杉矶警局就发表声明说，他们正在努力重新调查此案。但是让人失望的是，这一次重启调查依然没有抓到凶手。最后，威廉这起案子呢，就直接被列入为悬案。到了2006年时，这个案件再次引起了民众的关注。一个名字叫做米奇沃基的记者发文称，死者威廉的父亲曾经联系过他，说洛杉矶警察忽视了他儿子的谋杀案。他说，警方本来可以付出更多的努力去找到凶手，然而这群警员却总喜欢在办公室里闲聊。而作为回应，洛杉矶警局就发文说，他们并没有放弃这个案件，
而且一直在用最大的努力去侦查这个案件。案发21年后的2011年5月，威廉65岁的父亲在家中去世，可直到他死去的那一刻，他都不知道到底是谁杀害了他的儿子。所以事情到了这里就结束了吗？并没有，因为在2020年时，克里斯托还有埃里克这2位作家就对这个案件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克里斯托呢，是在男性俱乐部喝酒时从别人口中了解到这个案件，从那时起这件事情呢，他就一直牢记在脑海里。而对于埃里克来说，他则是从克里斯托口中知道了这件事，因为在2012年时，这2个人曾经共同主持过一档电台节目。在后来一次电台节目中，克里斯托就提到自己对威廉这起案件非常感兴趣，为了给死者一个公道，也为了让凶手被绳之以法，克里斯托在主持电台节目时就向广大市民征集线索。他表示，到了这个时候，或许你的一个电话就能改变我们现在一时停滞的局面。2个月后，在克里斯托和埃里克新一集的电台节目中，他们就分享了最近一段时间的调查收获。他们表示，此前有一个匿名者向他们补充了一段关于该案的重要信息。根据这名男子的说法，在威廉的遇害的前一天晚上，他曾在那家同性俱乐部里见过他。当时威廉呢，并非一个人离开俱乐部的，当时他身边还有一名男子，这名男子呢，长得就有点像杰弗里·达莫。而根据资料，这个达莫是一名臭名昭著的连环杀手，从70年代末到90年代初，他在密尔沃基地区杀害了17个男性。而1991年时，他被警方逮捕，而被捕的时间就在威廉遇害的1年后。从时间上看，这个连环杀手似乎确实有可能作案。然而，警方没有办法证实这一点，因为在1994年时，达莫就被他的狱友活活给打死，搞得洛杉矶警方死无对证。在2位电台主持对这个案件产生兴趣的同时，洛杉矶警局探员约翰·兰伯蒂也一直在关注这个案件。他用威廉的名字在网上搜索，希望能找一些警局之外的资料，结果就偶然发现了克里斯托2人的电台节目。而在节目中，2个人就谈论了威廉的谋杀案，并且推测达莫就是凶手。探员兰伯蒂仔细听了这期节目，不过可惜的是，除了增加他对这个案子的兴趣之外，几乎没有什么作用。这2位主持人所掌握的线索，探员呢早就在警局档案里看过。后来兰伯蒂探员就联系了这2位电台主持人，他们在见面聊天时交换了彼此的线索，还谈论了自己对这个案件的看法。那从那一刻开始，2名电台主持还有1名警探就正式组成了一个破案小分队，一方负责用电台征集线索，而另外一方则负责调派警力走访调查。他们的共同目标就是找到凶手，彻底解决这个案件。也许是上帝都觉得威廉死得太惨了，所以在一段时间之后，又派了一位队员给这个小分队，他就是梅森，一位纪录片导演。他同样对这个案子非常有兴趣，经常正面或者侧面打听这个案件的消息。根据梅森的说法，在2017年时，他在拍摄一部同性恋题材的纪录片。在为这部纪录片外出调研时，他拜访了一位作家，这位作家收藏了一套好莱坞的照片，跟梅森见面时还拿出来一起分享。然而就在这位作家翻阅自己的笔记本时，一篇1990年的报刊采片突然掉在地上，这引起了梅森的注意。梅森就立即向这位作家询问这是怎么回事，为什么你对这个报道的内容这么关注。他考虑到梅森的采访主题是同性恋，而刚好威廉也是个同性恋电影男演员，所以这位作家就向梅森仔细地介绍了这个案件。那梅森听的是如痴如醉。后来在忙完自己的工作任务后，空闲的梅森就会想起这个案子。而对于梅森来说，这个案子的谜团越是扑朔迷离，他的兴趣就越是强烈。他也开始调查这个案子，甚至还用自己的影响力公开征集线索。没过多久，就有人联系了梅森，一个叫做克拉克·威利姆斯的大叔。这位大叔是一名业余侦探，他和死者威廉一样，此前同样是在威斯康星州的欧克莱尔长大。在和梅森的交谈中，威廉姆斯就表示自己是在1990年时关注了这个案件。针对这个案件，当时警方还向民众发过征集线索的通告，因为这则通告自己专门去扒了死者威廉的背景资料，然后发现威廉和自己一样也是一名同性恋，而且在人生的很多经历上也是非常的类似。年少时同样和家里发生了分歧，然后同样离开家庭到外地生活和工作。威廉姆斯表示，
他知道在当时那个年代，很多同性恋经常会遭到不公平的对待，所以在帮警方找出凶手的同时，他觉得其实也是在帮助自己，更是在帮助同性恋这个弱势的群体。而在与梅森交谈之后，威廉姆斯就表示，他找出凶手的欲望可以说是越来越强烈了。他也加入了这个破案小分队。那到了这里，寻找威廉遇害者真相的破案小分队就已经包括了2位电台主持人、警局探员、纪录片导演还有侦探大叔。他们的付出就好像是正义的灯光，总有一天会直接照射在躲在暗处的凶手，让世人得知他的面容。走访调查中，威廉姆斯了解到当地有一位大叔对这个案件非常的感兴趣。威廉姆斯发现这位大叔还曾与警局探员有过合作，所以说如果能够和他见面交流的话，也许能够收到一些新的信息。然而令他失望的是，当他来到这所大叔的住所时，他却发现对方在前几年就已经去世了。不过让威廉姆斯没有想到的是，这位大叔的身份呢，远远没有他想的那么简单，因为这位大叔还是一名导演，专门制作同性恋成人动作电影。威廉姆斯就意识到，也许这位导演和死者威廉之间有过某种联系，因为他们同时在同一个行业工作。威廉姆斯就专门买了这名导演的所有作品，试图在这些作品的工作人员名单中找出一些新的线索。而看着看着，有一部电影就引起了威廉姆斯的注意。这部电影中有一个名字叫做比利·休斯顿的男演员，不查不知道，一查吓一跳。这个比利的真名是叫做达里尔·林恩·马登，他原本拥有大好的前途，制片公司呢也准备大力捧红他。不过后来达里尔因为谋杀2名男子被法院判处无期监禁。而当达里尔被捕时，他就向警方承认了自己的罪行，还交代说自己有一个名字叫做布拉德利·奎尔斯的同伙。而当天他们2个人一起在俄克拉荷马市喝酒，喝着喝着，不知道是谁起了个馊主意，想找多一个人一起玩同性3人行的游戏。说干就干，2个人从酒吧出来之后就直接徘徊在门口等待。没过多久，一位好奇心很重的男子就落入了他们的圈套。达里尔和搭档将受害者引到了一个很偏的地方，然后一起用绳子捆绑了他，并将他放在车辆的后备箱里，带他到外面一起兜风。尽管这名被绑的男子苦苦哀求，不幸的是，在一番缠绵之后，这名男子还是被达里尔2个人勒死了。搞定猎物之后，达里尔就和同伙把尸体沉到了附近的一条河流之中，但是后来不知道为什么，达里尔射杀了自己的同伙，然后自己逃离了现场。让威利姆斯有点失望的是，死在达里尔手里的2名猎物都不是威廉。就当他准备放弃时，他发现达里尔在入狱之后接受过记者的采访，这位记者把采访的记录写到了一本书里面，名字叫做《美国恐怖谋杀案》。按照以往的经验，有一些罪犯被捕入狱之后，他往往会主动或者是被动泄露一些自己过去不为人知的罪行，而达里尔或许就是其中一个。怀着侥幸试一试的心态，威利姆斯就在网上买了这本书。通过书中的谈话记录，他就发现达里尔曾经说到发生在洛杉矶的另外一起罪案，但是达里尔却拒绝透露详细的信息。那考虑到威廉当时人就在洛杉矶，而且也是个同性恋，所以威廉姆斯就怀疑那个死在达里尔手下的第3个男人也许就是威廉。为了确定这一点，威廉姆斯就决定去监狱里拜访这位达里尔，但是因为没有采访权还有执法权，他就只能先联系兰博蒂探员，并且跟他说了自己的调查发现。那凭借职务上的便利，兰博蒂探员呢就调出了达里尔的背景资料。而令他惊讶的是，他发现达里尔工作的同性恋成人视频制作公司刚好就位于圣莫尼卡大道上，时间、地点、人物，这一切都对得上。所以说凶手真的是达里尔吗？那为此，探员兰博蒂就决定去监狱里拜访这个达里尔。1月4号这一天，兰博蒂探员就和同事来到了俄克拉荷马州，而此时达里尔正在当地一所监狱里服刑。令兰博蒂探员大吃一惊的是，达里尔居然做了变性手术，成为了一名长发飘飘的女子，还把自己的名字改成了达里林。起初对于兰博蒂探员的到来，达里尔是爱理不理，但是探员表示，如果你好好配合，那我们可以考虑一下给你换一位你喜欢的室友。在一番威逼利诱之下，达里尔就交代了一切。他说那一天自己和2个朋友到酒吧喝酒，在外面闲逛时看到了威廉这个人。
但是威廉看起来好像喝了不少酒。说干就干，几个人就假装是威廉的朋友，一路搀扶他走到了没有监控的小巷子里。而在小巷子里，几个人就享受了同性的激情游戏。事情完成之后，几个人原本打算直接离开，但是不知道是谁起了个坏主意，直接就把威廉给勒死了。达利尔告诉警方，在杀了威廉之后，他自己就先溜了。至于威廉的尸体就留给了2个朋友，但是被问及这2名同伙的身份时，达利尔呢是死活都不肯说。而与达利尔相近之后，兰博蒂探员就向洛杉矶检察官提交了指控。不过让他失望的是，检察官认为兰博蒂提交的证据不充分，没有办法对达利尔提起诉讼。而在历经30多年断断续续的调查之后，杀害威廉的凶手终于被找到。即使目前还有2名罪犯逍遥法外，那当然也许从头到尾只有达利尔一个人作案，他是想通过捏造2位不存在的朋友，让自己不受到更长的监禁。也许在将来的某一天，这个破案小分队会像之前一样，在不经意之间又发现新的意外的线索，又也许这个案子到了这里会画上最终的句号。不管如何，如果没有这个小分队的执着，或许直到现在警方都没能找出杀害威廉的凶手。我是小渊，我们下期再见。Hello， 大家好，欢迎收看最新一期节目，我是小渊。女人有3次改变自己命运的机会：出生、学历和婚姻。而对于出生底层的女人来说，也许只有婚姻这一次机会。本期案件的主人公就是如此。上帝将她扔向贫民窟的同时，又给了她一副姣好的面容。靠着这副面容，她跨越千里，从菲律宾远嫁美国，成功让父母过上优渥的生活。可几年后，她却突然人间蒸发。因为她的失踪，警方揭开了16年前另外一位女子的离奇死亡案。这场用钞票叠起来的跨国婚姻背后的结局和真相究竟是什么？今天我们就来一探究竟。故事非常精彩，希望大家看完后能够长按点赞键支持一下。故事的主人公是来自菲律宾的艾米丽塔·维拉，她生活在一个拥挤的贫民窟中，父母都是普通工人，日子过得十分拮据。偌大个家庭挤在铁皮屋里，劳累一天回来后，还得忍受周边嘈杂的环境以及随时会发生的盗窃。因为长相出众，所以父母希望维拉以后能嫁个有钱人，以此改善家里的条件。可维拉却从来不关心这些儿女情长，相反，她把大部分的心思都花在学习和做兼职贴补家用上。对于亲戚问她以后想嫁给哪里人的调侃，维拉都只是一笑而过。18岁那年开始，维拉身上的女人性征越发明显，周围的7大姑8大婶看了之后都怂恿维拉父母，这么大个女儿也该卖了。等过几年她有自己的想法后，你这做父母再怎么劝都没有用了。在亲戚的推动下，父母终止了维拉的学业。那天维拉哭了一整晚，她既愤怒又无奈，那种人生的无力感就如同万箭穿心般痛。她深知父母赚钱不容易，如果自己继续读下去，那家里其他兄弟姐妹连吃饭都会成问题，所以便同意了辍学要求。在未经维拉同意的情况下，维拉的父母在一本叫做《樱花》的征婚杂志中发布了女儿的照片。维拉知晓后也没太在意，因为维拉觉得那些就是骗人的玩意儿，哪个傻瓜会相信杂志上的广告？可没想到广告发出去后，居然真有3个人联系了他父母，而且都是美国人。在与维拉相见后，其中一个叫做杰克的男子从包里掏出了厚厚一叠美钞，直接放到了维拉父母面前。这一举动让所有人都大吃一惊。看着眼前厚厚一叠花花绿绿的美钞，维拉父母虽然表现得很淡定，但心里早已乐开了花。一家人与美钞距离从未如此之近，现实就是这么残酷。有钱人的婚姻是谈婚论嫁，穷苦人的婚姻则是强买强卖。见面之后，维拉父母就答应了将女儿嫁给杰克，一个比维拉大了整整26岁的美国人。为了安抚丈母娘的不舍，杰克向他们诉说了自己的经历，包括在军队的服役生涯、退役后从事的艺术工作等等。听到准女婿那跌宕起伏的人生经历以及深不可测的家世背景，丈母娘恨不得杰克能够立马叫他一声妈。杰克答应，只要他们把维拉嫁给自己，那他就每个月给他们寄$250的生活费。
对比维拉父母当时只有几十美元的工资，足足翻了 N 倍之多。从菲律宾到美国，虽然相隔千里，但对维拉父母来说，距离只有一叠钞票。可这场用钞票叠起的姻缘，注定会随罪恶之火燃烧殆尽。结婚后，维拉跟随丈夫来到了美国德克萨斯州，两人很快拥有了一个可爱儿子。对于远嫁他乡的维拉来说，她的生活只剩下儿子和丈夫。可随着儿子的逐渐长大，自己与丈夫的关系发生了越来越大的变化。和朋友聚会期间，维拉甚至表示自己对杰克已经没有任何感情了，相反，她爱上了另外一位女性伴侣蒙娜丽莎，希望有朝一日能和蒙娜丽莎开始新的生活。听到这样的话，朋友自然非常吃惊，他们以为这只是维拉酒后乱言，所以根本没放在心上。可几天后，他们却发现维拉突然人间蒸发般，怎么都联系不上。接到报警后，警方询问了维拉的丈夫，面对警方的到来，丈夫杰克却丝毫不在意，甚至告诉警方不用大惊小怪，妻子10成8九又去找他的女友蒙娜丽莎了。在杰克的指认下，蒙娜丽莎承认了自己和维拉的恋爱关系，但她表示当晚两人8点就分开了，自此之后她也没见过维拉。几天后，维拉的丈夫杰克主动找警方，并提供了一些维拉的私人物品，希望警方出动警犬进行搜索，甚至还发布悬赏令，称只要有人能提供有价值的线索，他就悬赏25000美元。根据以往的经验，如果一个女人离奇失踪，那10成8九跟她的枕边人有关，杰克更是如此。因为在走访调查中，维拉的朋友透露，杰克和维拉两人的婚姻关系早已名存实亡。杰克不但不允许维拉和其他男人来往，还非常喜欢看色情片，甚至要求维拉与前妻的儿子发生性关系。这变态的嗜好让维拉几度精神分裂，如果不是蒙娜丽莎及时开导，恐怕维拉早已变成精神病。从朋友口中，警方还得知，为了满足自己变态的私欲，杰克承诺支付3万美元给维拉，条件是不允许他离开。搜查维拉的汽车时，细心的警员也的确发现了一些异常情况，例如当天汽车的驾驶位置明显宽了很多，开车的人似乎比维拉要高很多。结合维拉朋友的口供，警方认为她丈夫杰克嫌疑重大。不查不知道，一查吓一跳。杰克的社会信息显示，在遇到维拉之前，他有过3段婚姻，第一段婚姻以离婚结尾，剩余2段婚姻中妻子都离奇死亡。现在第4段婚姻的维拉又离奇失踪，这到底是杰克运气背得不行，还是里面大有文章？要想知道答案，当务之急就是找到维拉。根据资料，杰克的第2任妻子名为沙伦，沙伦曾为杰克生了2个儿子。后来由于军队调动，杰克需要从美国前往韩国基地服役，不同意的沙伦便单方面提出离婚。面对执着的妻子，杰克临时请假回到家中，试图挽救2人的婚姻。可短短几天后，沙伦就因为胸部中枪去世。当时警方给出的判断是自杀。在沙伦去世后，在驻韩服役的杰克认识了第3任韩国妻子永惠崇。相比较于沙伦，永惠崇的死亡过程更蹊跷。杰克表示，那天他带着妻子前往惠特尼湖度假，下午妻子独自一人在橡皮筏上游玩，自己则返回营地拿鱼饵，但回到原处后却发现妻子掉进湖里溺水身亡。妻子永惠崇的家人知道后，火速从韩国赶到美国，可他们连女儿遗体都没能见上一面，因为杰克早已将其送到殡仪馆进行火化了。但永惠崇的妹妹自始至终都认为是姐夫杀害了姐姐，因为事发后湖区的保安证实，当天他姐姐的橡皮筏没有损坏，但由于尸体已经火化，所以即使永惠崇家人持有疑义，美国警方也没有办法继续调查。到了这里，调查陷入了死胡同。但沙伦卷宗里的一张死亡现场照片吸引了警方的注意，他们将这张照片发给了血溅形态学专家分析，结合当时沙伦的身体形态特点以及家中只有一把长管猎枪的情况，血迹专家让女警试图复原当时开枪自杀的情形，但都与实际结果矛盾。与此同时，当年负责尸检的法医告诉血迹专家，他记得当时沙伦左胸处有一处枪伤，子弹是从胸前射入，然后以小角度穿入胸腔，子弹的轨迹表明枪口应该是略微向下倾斜。在经过多方专家严密论证后，警局否定了此前沙伦死于自杀的说法，并以怀疑他杀的判断写入报告。沙伦死亡当天，
住所除了她自己外，就只剩下丈夫杰克，所以杰克嫌疑重大。有一就有二，既然沙伦的死和杰克有关，那维拉的失踪跟杰克也肯定脱不了关系。可怎么样才能让杰克露出马脚呢？这让 FBI 很是头疼，因为杰克曾在军队服役，各种反侦查能力都非常强。几天后， FBI 想出了一个很狡猾的计划。那天早上，探员再次登门拜访杰克，交谈中，探员告诉杰克，需要将维拉接触过的部分物品带回局里鉴定。探员先是假装按例从维拉房里拿走了梳子和几件衣服，在客厅用塑料长模打包这些衣物时，探员还假装询问杰克客厅的地毯是否有更换过，如果没有更换过，那他们也得带回警局鉴定。因为客厅作为公共空间，歹徒很可能在地毯上留下痕迹，局里刚好可以用最新的 DNA 测试技术比对出来。听到探员这么一说，杰克立马答道，这地毯是刚换的，之前那张因为被儿子弄脏了，所以被丢掉了。临走之前，探员还深情地拍了下杰克的肩膀，跟他说凶手一定跑不掉的。而就在街道一侧，另外2名 FBI 探员正监视着杰克的一举一动。原来之前登门拜访杰克的探员只是为了引蛇出洞，利用 DNA 技术找出地毯上的痕迹，只是一个试探。果然，在确认探员驱车离开后，杰克就把客厅的地毯丢在路边的垃圾桶，这说明杰克做贼心虚。可在没有找到维拉的尸体前，警方无法以蓄意谋杀罪起诉杰克。1年之后，一位偶然在惠特尼湖区附近狩猎的人在湖边发现离去尸体，经过牙齿比对，法医很快确认了尸体主人正是失踪多时的维拉。在埋尸地点附近，警方找不到任何属于维拉的首饰和私人物品，由此可断定维拉当时不是离家出走。在维拉被掩埋时，肺脏所处的位置，法医发现了密度超标的硅藻，说明维拉生前曾吸入大量湖水。如果维拉是自己坠湖身亡，那他尸体不可能会被埋在湖边，除非有第三人杀害了他，然后将其埋尸至此。在听证的过程中，维拉的儿子也向警方说出了父亲犯罪的事实。他说爸爸和妈妈曾经在浴缸里打架，这一切都说明是杰克杀害了维拉。法庭之上，检方通过对沙伦血迹形态的复原试验以及维拉的尸体特征2项证据，以1级蓄意谋杀罪向法院起诉杰克。最终法院判处杰克99年监禁。在监狱待了几年后，有记者回访杰克为什么要连续杀害自己3任妻子，杰克回答说这一切都是因为性。他15岁时就有了第一次婚姻，也就是15岁时就有了性启蒙，之后自己便喜欢上了色情小说和影视剧，在酒吧中偶然认识了欲望同样强烈的沙伦，但后来因为自己要到韩国服役，沙伦提出分手，自己一气之下便除去了沙伦。后来在韩国服役期间，枯燥单调的军旅生活让自己不得不通过色情影响来转移注意力。他发现自己对亚洲女性的兴趣越发强烈，所以便有了第3任韩国妻子永惠崇。可婚后，永惠崇对男女之事很是冷淡，这让他很不高兴，最后一气之下错手杀害了永惠崇。至于维拉，自己也是看她漂亮才把她娶回家。杰克的狱友也透露，虽然这家伙已经一把年纪，但是满脑子里装的都是女人，经常在监狱里炫耀自己的辉煌过去，向我们普及亚洲女性和欧美女性的区别。有时候听腻了，我们就当他是自言自语。因为贪恋金钱，维拉被自己家人推向杰克，推向了一个万劫不复的深渊。惨死他乡，成为无辜的牺牲品，实在令人唏嘘。我是小渊，我们下期再见。Hello， 大家好，欢迎收看最新一期节目，我是小渊。一直以来，嫁入豪门是不少女生的追求，而今天我们这位男子就嫁到了豪门，成为了一位上门女婿。然而，谁也想不到，老实内向的他居然用一把锤子制造了让人无比惋惜的悲剧。故事发生在中国广东省的佛山市，在当地的南海区，有一对夫妇靠经营快餐店过上了好日子。夫妇2人一共有4个女儿，其中大女儿名字叫做蔡秋义。在父亲的支持下，大女儿和丈夫经营着一家药店，打理得井井有条，后来还开了分店。大女儿丈夫的名字叫做黄文义，是个上门女婿。所谓的上门女婿，是指如果女方家境殷实又没有儿子，
父母就会希望把女儿留在身边，像儿子那样孝顺自己。那如此一来，找个上门女婿就成为了必然的选择。而蔡某一家就为大女儿蔡秋义找了一个上门女婿，他就是黄文义。根据资料，黄文义出生于1972年，家里算是医生世家，父亲和2个哥哥都略懂医术，黄文义也不例外。结婚以后，因为擅长医药方面的知识，岳父就出钱给他开了一家药店。在药店开张后不久，夫妻2人经营得非常用心，经常是早出晚归。后来药店生意不错，2人还开了分店。外人也是非常羡慕黄文义，不但有个条件很好的岳父，又有个很会做生意的妻子。而表面看起来是羡煞旁人，但实际上黄文义却非常无奈。虽然自己也为药店的经营立下汗马功劳，但是药店的重要权力都不在自己手上，进出的钱财全由妻子操持，全程都不让丈夫黄文义插手。说的难听点，黄文义就是药店的一个公仔。平时黄文义要花钱都得跟妻子打报告，非常的不自由。那试想一下，作为一个已婚男人，别人眼里的一家之主，每次要花钱都得看妻子的脸色，这种感觉确实很难受。但是作为上门女婿的他又无可奈何，人在屋檐下不得不低头，又何况是在财神爷的屋檐下。根据当地原本的风俗习惯，如果男方是上门女婿，那孩子就应该得跟女方姓，但是黄文义一家却不同，他的儿子倒是被允许跟他姓，名字叫做黄伟峰。而跟欧美家庭不同，中国很多地方都喜欢享受3代同堂的感觉，蔡某一家亦是如此。当时黄某和妻子、儿子3个人就跟岳父岳母住在一起，除此之外，妻子的其中2个妹妹也跟他们住在一起，算上药店里经常借住的女员工，可想而知有多热闹。但是如此一来，杂七杂八的事情就更多了。作为上门女婿，在这样一个大家庭里，黄文义的家庭地位一直是往后排。除了财政大权之外，妻子和岳父岳母还掌管着其他事情的决定权。每次开家庭会议，黄文义只有听的份。根据资料，案发时黄文义的岳父和岳母2人独自经营着快餐店，至于药店则由女婿和大女儿2个人负责打理，岳父只是偶尔会帮下忙。根据员工的说法，黄文义虽然是店里的老板，但实际上也只有干活的份，没有什么实权，所有的事都得听老板娘的。所以对于已经步入正轨的药店来说，黄文义就变得可有可无，导致他整天无所事事。后来他还染上了赌博的恶习。在2006年12月29号上午9点，岳父就发现女儿的药店迟迟没有开门。按照女儿平时的习惯，这个点女儿应该早就出现在店里，算着昨天的账单。于是他就回到附近的住所，结果敲了半天门都没人应，而在门缝处居然还看到了血迹。不安的蔡父就撞开了房门，结果就看到了惨烈的一幕。客厅里，药店女员工躺在血泊中，而冲进右边的房间后，蔡父还发现妻子和3女儿在被子里躺着，但已经没有了生命体征，而大女儿蔡秋义则暴毙在左边的房间。岳父怎么也没想到，自己妻子以及其中2个女儿，还有药店的女员工，甚至包括7岁的孙子，一屋5个人全部都惨遭毒手。接到报案后，警方很快就来到了现场。他们发现遇害的5人全部都死于被钝物重击，女员工还惨遭割喉，家里的男人黄文义却不知所踪。而第2天凌晨，还没等警方找到黄文义，佛山市第一人民医院就报警说，他们楼下的池塘里有一具女尸，尸体主人正是蔡家的2女儿蔡东桃，她的头部同样遭受钝物击打，死后被抛入到池塘中。除了上门女婿黄文义，当晚没回住处的岳父，以及刚好在外借宿的4女儿，蔡家全家被灭。案发后，岳父和警方就多次致电黄文义，但就是联系不上，也不知道此时他身在何处。蔡家的邻居说，案发当天晚上凌晨1点左右，他们就听到这家人在吵架，中途还有孩子的哭喊声。邻居当时并没有意识到事情的严重性，他们以为黄文义和妻子只是在吵架，因为最近一段时间2个人确实经常闹矛盾，在1个多小时后争吵声才停了下来。邻居往外偷瞄了一眼，看到有个男人匆忙跑到外面，直到第2天邻居才知道蔡某一家发生了凶案。
邻居有一些内疚，后悔没有第一时间报警。邻居说，当时那个匆匆下楼的身影很像是黄文义，但是当时光线昏暗，不能100%确定是他。事情发生后，蔡家所在的小区有10多户邻居直接搬走，而曾经跟黄文义一起赌博的赌客也悄悄躲了起来，生怕也遭到报复。结合案发后的情况，警方就认为黄文义有很大的作案嫌疑，他们就发布了悬赏令，只要提供有效线索，就能获得10万元人民币的酬金。很快就有民众举报说，在一处草地里发现了一辆摩托，它正是黄文义逃跑时用过的摩托。顺着这条线索，在2007年1月1号下午，在广州市荔湾区芳村的一个旅店里，警方就成功逮捕到了黄文义。当时这家旅店外面刚好就有个报警点，估计黄文义以为最危险的地方就是最安全的地方，但是这一次他失算了。黄文义被捕时，他的面容非常疲惫，他向警方承认，当时在住所的6个人，包括只有7岁的儿子，都是他杀害的。医院里发现的蔡东桃，也就是妻子的二妹，也是死于黄文义手上。而在被捕后，黄文义69岁的老母亲久久无法相信，当场还昏了过去。周围人告诉记者，黄文义是个出了名的孝子，还经常为村里做善事，是村里公认的好人，怎么可能会干出这种灭门惨案呢？审讯室里，黄文义就回忆了自己的过去。他家里比较贫苦，虽然父亲和2个哥哥也会一些医术，但是家里的经济条件依然非常窘迫。从小性格懦弱内向的黄文义，在学校里几乎没有朋友，也不擅长和人打交道。对他来说，2个哥哥是唯一能够理解他的人，所以兄弟之间的感情很好。他有什么心事也只跟哥哥说。成年以后的黄文义就到了结婚生子的年纪，但是家里的经济状况让他成为了个大龄光棍。后来同村人介绍说，在附近有户蔡姓人家，大女儿跟黄文义年龄相近，也正是谈婚论嫁的年纪。而这些人想找个女婿，可是一直找不到合适的。邻居就说服黄文义，说人家家境殷实，娶媳妇也不用给彩礼，孩子出生之后也可以跟男方姓，但唯一的要求就是男方要跟岳父岳母家人住在一起，也就是俗话所说的上门女婿。黄文义听完之后觉得不错，一来可以解决自己的婚姻问题，二来也可以减轻家里的负担。于是黄文义就这样跟蔡家的大女儿蔡秋义结了婚，成为了蔡家的上门女婿。而刚结婚的时候，夫妻2个人的关系还挺不错。黄文义性格温顺，为人老实，干活勤快。药店开张后不久，夫妻2人起早贪黑，一起把药店经营得有声有色。对于这样的丈夫，蔡秋义还是很满意的。但是后来2个人还是出现了矛盾。因为药店生意好了以后，黄文义就觉得自己从店里拿点钱也是应该的，毕竟自己也是付出了很多，赚了钱也有自己的一份功劳。有一次，他就从店里拿了一点钱，买了一些礼物回家探亲。看到店里生活过得不错，哥哥也很为他高兴。而根据药店员工的口供，老板娘发现账目有出入后，就在店里责骂员工，说店里有贼偷了店里的钱。老板一开始还没有想到店里少的钱就是他拿去买礼物的那笔钱，问了之后才知道。然而令老板怎么也没想到的是，老板娘一听说是他拿的，居然直接当着员工指着他开骂。起初大家以为老板娘只是想以此告诫员工，可不料老板娘是越骂越上瘾，让老板很没有面子。那其实自打结婚开始，蔡秋义就一直很强势，不过都是因为一些家里的小事，所以丈夫黄文义就没有怎么计较。本来娶老婆就没有花1分钱，所以其实有时候的所作所为，黄文义都会忍让。而这回黄文义被妻子在员工面前这么奚落自己，他的心里就很不舒服，但他还是选择了忍让，并承诺下次不会做这样的事情。可出乎意料的是，妻子却霸王硬上弓，直接要求丈夫把买礼物的钱1分不少的全部还回来，这当场把黄文义给气走了。和妻子吵完架后，黄文义在外面溜达了一整天，琢磨着去哪里弄钱。就在街上转悠时，他看到有一摊人聚在一起，一看才发现他们在聚众赌博。黄文义在边上看了一会儿，看着别人大把赢钱，他的心里也是跃跃欲试。不出所料，在赌了几把后，黄文义不仅没有赢到1分钱，还输了身上原来的钱。
没怎么接触过赌博的黄文义不知道这群人在合伙骗他，因为大家都知道他家里很有钱。黄文义认为自己只是一时手气不好，根本就没想过10赌9骗。晚上身无分文的黄文义就回到家，妻子是一脸的不爽，嘴巴一开直接开骂：你这条死鬼，肉去哪里了？这么晚才回来。他头低低眼湿湿的黄文义此时根本就不敢说什么，连妻子的正脸都不敢看一下。看到丈夫一言不发，妻子就更加来气了：你是哑了吗？我问你钱呢？你准备什么时候还回来？要是没有，你就给我回去把你送给你家的那些东西全部给拿回来。你要是觉得不好意思，那我自己去拿。听到女儿两个人在吵架，岳母就询问了事情的缘由。女儿蔡秋玉便说了事情的来龙去脉。我们不知道在这场争执中，第三人岳母加的究竟是水还是油，但可以肯定的是，这件事情深深刺痛了黄文义。一个四肢健全而且为家里也是付出过汗水的上门女婿，居然毫无家庭地位。黄文义很想努力说服自己，毕竟妻子的出发点也是好的，但自己的出发点也没错。其他嫁出去的女人每次回到娘家也会带上一点小礼物，又何况自己是个儿子，可为什么妻子就是不能理解自己这点小小的孝心呢？黄文义是越讲越生气，与其说自己是上门女婿，倒不如说是上门牛马。从那以后，黄文义就更没怎么去药店帮忙了，也不再过问药店的任何事情。无所事事的他就在街上闲逛，有时候他看到路边的赌博小摊就会赌上几把，没现金就用其他值钱的东西抵押。事情传到了妻子那里后，两个人因此频频争吵。这种憋屈的生活让黄文义是越来越难受。有一天再也忍不下去的他就跟妻子提了离婚。妻子一听就是暴跳如雷，怒视丈夫脑子被驴踢了，这么好的日子不好好过，敢提离婚。妻子觉得丈夫会变心，十成八九是有了新欢。看着无比固执的丈夫，妻子就以退为进。她说要离婚也可以，她就把这些年的账都给算一算，也把欠我们家的钱给还清了，那就可以走出这个家门。但被妻子这么一威胁，黄文义也只能打消离婚的念头。因为这件事情，黄文义经常被妻子家人奚落，还有2个小姨子，不做和事佬就算了，还经常添油加醋。案发前2个月，黄文义的大哥因病去世，这对黄文义的打击很大，因为在他心里，2个哥哥是他在这个世界上最亲的人，如今却少了一个，他一下子感觉自己的世界空了一半。而在大哥去世之后，黄文义就一直用钱供养着大哥的侄子侄女，逢年过节就会买礼物给他们，还鼓励他们好好读书。而在案发几个月前，黄文义的二哥就因为经济纠纷被捕入狱。黄文义就想办法要帮二哥，但是他什么本事也没有，也不肯低声下气求妻子让岳父家帮忙出面找关系。最后呢，只能看着哥哥吃牢饭。与此同时，村里人对蔡家的事情也是议论纷纷，都在背后闲聊。而在一系列打击之下，黄文义就开始变得精神恍惚，疑神疑鬼。他甚至怀疑二哥的事情跟妻子有关，是妻子一家陷害了二哥。而在审讯时，黄文义透露，有一次他遇到了一个算命先生，对方一开口就说：先生，我看你印堂发黑，最近可能遇到难事的，不妨坐下来，让老夫为你指点一二。看着老先生求财若渴的眼神，黄文义居然还真的坐了下来。实际上，不用说是算命先生，正常人看到一个眼神无光、低头垂泣的男人，第一反应都会觉得他遇到了不顺心的事。可当局者迷，旁观者清，当时的黄文义根本就没有想到这一点。算命先生就告诉黄文义，你之所以命不好，是因为有克你之人，把你家人的生辰八字写下，让老夫为你分析一番。在塞给算命先生几张钞票后，黄文义就被告知，克他的人就是他的妻子，你们2个人生辰八字相克，继续生活在一起会非常凶险。而搞笑的是，黄文义居然还信以为真。回想起这些年在妻子家受的委屈，还有自己赌博运气那么差，黄文义就深信这一切都是妻子造成的。于是他对妻子的态度就从冷暴力变成了憎恨，一直想着除了离婚还有什么办法能够和妻子分开。而就在那一瞬间，他想到了杀人灭口，但是这种事情呢，可是要吃牢饭的。黄文义马上摇了摇头，否定了这个想法。2006年12月28号，又到了一年年底的时候，按照黄文义和妻子之前的习惯，
他们每年年初都会给药店设定目标，但自从黄文义很少去药店之后，药店的生意就好像差了很多。毕竟开药这种事情，大家还是比较崇信权威的，有个会医术的人和只会卖药的员工，患者肯定会选择前者。而整个药店就只有黄文义一个人懂点医术，他在性格上又比较老实，没他坐诊，药店的生意自然就差了很多。看着没有完成目标的账本，一想到丈夫整天无所事事，还偷偷从药店拿钱补贴他家里人，妻子蔡秋玉就一肚子火。这边坐着一个火药桶，那边走进一个输了钱的倒霉蛋。不出意外，两个人一相遇就又吵了起来。妻子不光骂了丈夫，还把丈夫家里人顺便也给骂了。但是黄文义也只是简单回了几句，而停不下来的蔡秋玉又说了丈夫二哥的事情，还说上梁不正下梁歪。而听到这些话，黄文义是忍无可忍，火气直接骂到头顶。他走进房间，找了一把锤子，和二话不说就往妻子头上砸去，而地上顿时流出了一滩鲜血。听到声音的岳母闻讯赶来，那自然而然，岳母也被黄文义当场杀害。锤了两个人之后，黄文义的火气丝毫没有减少，他又跑到妻子妹妹的房间，将里面的人拖出来一并杀害。这时黄文义的妻子也跑了出来，看到妈妈浑身是血躺在地上就大哭起来。他一不做二不休，黄文义居然把自己儿子也给吹了。当时在家里借住的药店女员工看到这一幕后，吓得连话都说不出来，本想逃跑，但是双脚怎么也不听使唤，最后也惨死在黄文义手下。回到妻子身旁后，黄文义又继续往他身上捶了好几下，他觉得自己的不幸全是妻子造成的。在后来警方走进现场之后，也是大吃一惊，即使他们工作多年，但是像这么惨烈的场景，他们还是第一次见。看着满地的尸体，黄文义突然有一种无比痛快的感觉。环顾一周之后，他发现还少了一个人，那就是妻子的二妹蔡东桃。当时蔡东桃住在长征区的药店分店里，他想起蔡东桃平时那刻薄的嘴脸，黄文义又攥紧了锤子。在当晚半夜3点时，他就打电话给蔡东桃，骗他说岳母突然身体不舒服，已经送去医院了，让他也赶紧过去帮忙。他刚接到电话时，蔡东桃还没有反应过来，怎么会是姐夫打电话给自己？他给大姐打了电话，想问问究竟怎么回事，但是电话一直没人接。信以为真的蔡东桃就觉得，也许两个姐姐没有空回自己电话，所以他就独自来到佛山市第一人民医院。他就发现姐夫早就已经在门口等他，而来到医院一个偏僻角落后，黄文义就趁机要到了蔡东桃后面，直接朝他的脑袋捶了过去。为了避免被人发现，黄文义就趁着半夜没人注意，把尸体还有作案工具全部都丢在了旁边的池塘里，然后马上离开了医院。办完这一切后，黄文义就找朋友借了一辆摩托车，连夜骑行离开了佛山市。事情曝光后，这起灭门案就引起了热议。本身作为上门女婿的黄文义，就是街坊邻居热议的话题。这下出了这么大的事情，那就更是一传十，十传百。走访调查后，警方就很快确定，凶手极有可能就是黄文义。他们就发出了10万元人民币的悬赏令，而最后，警方就在广州市荔湾区的一家旅店里将其成功逮捕。那一个性格内向的老实人，居然会犯下如此滔天罪行。黄文义的老母亲和岳父是怎么也不敢相信。他们请求当局为他做精神鉴定，而医生证实黄文义确实有精神病的表现，但是他本人却一直否认。而在警方整个抓捕和审讯过程中，黄文义都表现得非常平静，似乎已经做好面对死亡的准备。后来黄文义就被法院判处死刑，判决书下来之后，岳父蔡飞柔就曾经在法庭里跟黄文义见了一面，两个人单独说了几句话，没有人知道他们说了什么，但是可以看出当时的岳父除了愤怒，更多的是无奈。而根据知情人的透露，全家只有岳父是真心善待黄文义，因为就当时的情况来看，黄文义要除去岳父也是轻而易举的事情。而警方当时也做过猜测，可能黄文义早就有了动手杀人的念头，只不过念及岳父还有老母亲，才迟迟没有动手，直到当晚与妻子的争吵，成为了推动他爆发的最后一根稻草。能够成为蔡家的上门女婿，黄文义是幸运的，但也是他最大的不幸。我是小渊，我们下期再见。